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钳子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伟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关心中东的局势。目前伊朗到底在想什么呢？他改变了战法，据说他想要耗尽像是美国跟以色列他们所有的弹药、所有的资源。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画面，这是伊朗成功突破了以色列7层防御哦。他发射了这个飞弹啊，那包括您看到这叫做真实承诺4行动第19轮的打击中，使用了包括霍拉姆沙赫尔-4的导弹在内的武器啊。这个导弹呢，它的这个导弹弹头有1吨重，而且成功突破了以色列的7层防御，并且命中了以色列境内的目标。所以目前以色列其实看起来蛮辛苦的哦，必须这样讲哦，因为我们有一些台湾人在以色列居住哦，都要非常小心，因为伊朗的导弹、伊朗的飞弹还有无人机，现在不断的在这个往以色列这边来攻击。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也一样被攻击了。您看到哇，声音好大呀！科威特的美军阿利萨利姆空军基地发生这个方向，您看到升起了火光和浓烟。目击者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发生了爆炸，巨大的火势中，看到滚滚黑烟啊！有人开车，在这个基地的外头也看到这个爆炸声，并且录到了这个非常大声的爆炸声。那当地当然我们看到呢，说是也有美军的 F-15被伊朗的这个飞机给击落了我们不知道是飞机还是地面的一个这个火箭弹之类的，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伊朗的媒体自己说的他说美军有一架 F-15战斗机在伊朗上空被击落这个战斗机呢坠毁在伊朗西南部的边境，那飞机上有2名飞行员，他已经弹射逃生了这个是包括我们看到伊朗他发布的一个影片的片段。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美军的中央司令部是说没有这件事情，这是毫无根据所以就是各说各的。因为我们有看到伊朗公布这个画面嘛，那美军是说没有这件事情，毫无根据。那另外伊朗还宣布了，他们用无人机击中了美军林肯航空母舰林肯号的航空母舰。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在伊朗水域边界340公里的阿曼海，可是呢，因为这个无人机去攻击它，所以据说它的航空母舰还有它的驱逐舰这个战斗群已经撤离了，而且远离这个区域超过1000公里，这也是来自伊朗的消息。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各方都说它有斩获，各方都说它有得分。那另外卫星图也显示了美军部署在约旦的反导弹这个地方被袭击了，而且有被摧毁了6天伊朗用饱和攻击，用无人机的机海攻势6天2000架。所以您看到我们这个地图它不断的袭击美军，包括9个据点，摧毁了5处的卫星设施。先从这边来看这是在约旦这里，我们看到有1台萨德雷达已经完全摧毁，那有3座的这个 AM 的这个雷达在科威特也被摧毁，另外有2座的雷达在巴林，还有1座的萨德雷达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及我们看到在卡达这里呢也被无人机给击中，有的是被完全摧毁，有的是受损。那另外还有一台一台的这个萨德雷达的系统在沙烏地阿拉伯这里也被严重的毁损了。所以你看到呢，包括伊朗的无人机攻势，的确某种程度也造成了在中东这个地方很大的纷扰跟纷乱。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命的损伤。美国的军事专家就警告了，伊朗的无人机太多了，很难全部拦截你总不能用爱国者飞弹去拦截它吧？大炮打小鸟所以你看到现在已经陷入一场看起来有没有可能是长期的战斗呢？伊朗的外交部长已经讲了，他说我已经为美国的地面入侵做好准备，所以我现在没有要跟你谈没有要进行更多的谈判。而另外我们看到呢，现在伊朗的这个战法我刚刚说是一个消耗战所以专家就讲了，说是不是有可能川普草率开战，错判情势呢？因为川普已经讲了嘛，这场战争他本来只要打4个礼拜，1个月就把它结束掉了。可是美国媒体现在讲了，有可能会
会烧到9月，现在是3月，所以要打半年以上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要求国防部加派军事情报官进驻中央司令部位于佛罗里达的总部。所以未来这个100天支援伊朗采取的行动这个是他们这个内部的一个讯息，所以这个媒体就推估有可能会持续到9月像是情报员啊不断的增加，这些都是一些先行的一个作业。而另外我们看到，我刚刚讲无人机太多了，这是伊朗所以你用大炮打小鸟。400万美元的飞弹，你打2万美元的无人机，这样它的消耗会非常快。所以现在美国已经开始非常忧虑了，包括布林肯他说：“天哪，我们美国的军火库啊，可能很快就被打没了就是你这么快的消耗所以军工楼头现在到了白宫去所以这场战争会持续下去吗？我们请教老师。持续下去的可能性蛮高的啊。现在问题就在于川普如何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啊。那尽快的宣布他胜利，说我已经达到我的政治目标了，所以我现在要停战。如果是这样最好。目前川普他用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我现在要参与你的伊朗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啊。至少哈梅内伊的儿子不能参加。如果让我参加的话，如果让我能够介入你们的内部的选举，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战争可以结束啊。不过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异想天开，其实这是川普的一种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为什么？也就是说，有一种方法是采用剔除法，剔除法就是说，我不满意的、我不同意的都不可以有啊。那我不同意的都不可以，只要你没有选我不同意的那些人，那我都 OK 啊，这是一种方法，这是一种比较宽松的。另外一种就我递出名单来，你在我的名单内选一个你们要的人，那这样我也可以接受。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切都停战，然后我们进入谈判，然后看是不是这个美伊的关系就像美国跟委内瑞拉重新恢复大使馆领事馆了。那也就是那你看，我可以跟委内瑞拉重新恢复大使馆领事馆，那我跟你伊朗也可以恢复大使馆领事馆，我们重新恢复关系，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看看能不能影响到这个伊朗的这个领导层，他们有一点就是说好吧。那就是双方都不打了，这是一种政治战了，一种政治战。可是问题就在于说，我觉得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不高。第二个呢，仇恨太深。第三个就对伊朗来说的话，他只要同意，他等于是输了。所以我觉得川普这样的一种想法有点天真，但是呢，他是有意的、有设计的，不过太天真了。那这个也显示出川普已经到没有办法了，没招了，有点虚张声势的哀求，让我有个颜面可以让我下台，好不好？但是看起来我觉得情况并不理想。为什么？很简单，本来川普说打5天，后来说打1个礼拜，然后后来说打4个礼拜，现在说我这种人从来没有时间的无限期的，可以无限期的打下去。我觉得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他越来越没章法，他代表他不晓得原来伊朗这么的团结，不晓得伊朗这么的耐打，不晓得伊朗这么的能打，这些都是超出在他原本的想象外。我觉得这个代表什么？他的决策层有问题，他的情报层有问题，他参与咨询的这些人，他们对伊朗的状况的了解掌握都有问题。因为还没打之前，很多专家，包括我们在台湾，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都已经帮川普做分析，说你打不得。打不赢，而且你不能出动地面部队。其实伊朗现在就是在等待你出动地面部队，因为如果说川普他今天出动地面部队的话，那就是川普的末路之选择。为什么说他末路之选择？第一个，伊朗很大，它不像阿富汗那么小，它也不像伊拉克那么小，它很大。第二个，它的地形切割得很复杂。第三个，它的人口9200万人，而9000多万人里面，至少有7、8千万人是恨美国人的，有那么多人恨美国人，你的地面部队一进去，那坦白说，这场真的是对地面部队的士兵来说的话，简直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就比阿富汗、比伊拉克还要可怕的一种更残酷的一种战争。也就是说，你美国最好你不要被俘虏，你一旦被俘虏，或者被老百姓抓到，我觉得那个都下场都会非常惨。你看现在对于川普来讲，他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恐怖主义。
你看，伊朗的最高的教士之一已经宣布了血债血还，要为哈梅内伊报仇，而且直接点名对于特朗普。那直接点名特朗普，等于是特朗普的家族很有可能都会陷入非常危险的人身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当中。好，我们再来看伊朗目前的消耗战，其实它已经显示出它的这个能量了。为什么？5天，只有5天，美军消耗了110亿美元哦，不是台币哦，110亿美元已经烧光了。那你想，如果再打10天，再打1个月，美国要消耗多少亿美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军费有问题了。第三个，您刚刚谈到了它的防空的武器有问题了。中央司令部不够，一定从欧洲司令部调，从印太司令部调。你从印太司令部调，它是不是从韩国、从日本、从欧洲、乌克兰的战场，很多周边的国家都调爱国者跑到中东地区来？那是不是这些地方都空掉了？是，空掉了，随时都可以被打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把自己玩成这个样子，赶快停手，可能对于你损害控管吧。来请教舰长。其实刚刚赖老师数了亚太这么多国家，其实我再补充一下，还有一个爱国者很多的国家，那个就是台湾。我们这样讲啊，其实去年的12日战争的时候，相信这个伊拉克伊朗他已经把这个美国以及以色列他部署的各种防空飞弹，无论你是怎么拦截，你的数量到底是多少，你大概有一个推估的结果出来了。那如果现在讲到伊朗已经做到第19轮的攻击的话，意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它非常有序的，然后而且数量控管的进行反击，这一个一个反击才是以色列跟美国最受不了的部分。那我们还讲到说，有关这个霍拉姆沙赫尔飞弹，这个飞弹呢，我们讲到说它的射程2000公里，那它的弹头可是很重的也就是1.5吨的黄色炸药这么重啊。那如果说它的飞弹是2000公里，其实它到从伊朗飞到这个以色列，它的距离也不超过1500公里。那至于说我们有讲到说有7层防御，是哪7层？我帮大家算一下也就是以色列自己有4层，也就是我们看到无论是铁穹、大卫投石、卫士箭士20跟箭士30，那还有3层呢，还有3层，其实也就是美国的萨德以及爱国者。这个萨德跟爱国者其实跟我们刚刚讲到的一模一样，它也就是一个多层防空系统，也就是当这个150公里高的萨德没有拦截的时候，再由爱国者拦截。那还有一层是什么？还有一层其实也就是现在以色列讲的 Iron Beam。所谓 Iron Dome， 我们讲到的是铁穹 ，Iron Beam 是什么？是叫做铁树，也就是使用雷射武器。而且这个雷射武器呢，美国这一次实际上来讲，它也有准备。我们之前在看它发射黑色的战斧巡弋飞弹的时候，我们有注意到它这边这一个位置吗？这一个位置，那以前放的都是方阵快炮，它现在改成了这一个雷射武器了。所以美国其实到这一个跟伊朗作战，他是有准备的，可是他不知道伊朗这么狠也就是所有的这个海湾国家全部他打个遍，大家以为他原来只会针对这一个以色列，但是没有，他整个打一个遍，整个打个遍了之后，结果也就是你美国部署在这一个中东的所有的这个战略武器，其实通通遭殃。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萨德系统它的一个TPY2的这一种大家称为萨德之眼的那个雷达，其实在这里我们就确定它其实驻约旦的部分已经被击毁了。另外第5舰队它使用了无人机，那这个无人机呢，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黄色框框的很小的，这就是无人机直接命中。这是第5舰队的一个地面雷达，这个雷达专门负责波斯湾附近的所有水面目标。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它还打了一个长程预警雷达。
长程预警雷达当初我们看到的是它，我们看到这个是半岛电视台说，袭击了卡达北部的一个长程预警雷达。那大家有很多人不相信啊，觉得长程预警雷达不可能。结果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密商科技的这个卫星直接拍出来，它本体没有毁，可是地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液体？也就是它命中之后失火。失火之后来救火的那一个，无论是泡沫或者是水，那如果是泡沫跟水，那就糟了。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精密的电子装备，你只要一泡水，整个卷，只能够打掉重练。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是，伊朗的革命卫队说，真实承诺4第21轮的反击行动已经启动了，也就是说，伊朗现在持续的在打车轮战，持续的在反击。来请教这个董哥，大家可以想象啊，川普在2月28号发动这场战争他其实是有点偷袭，因为他一方面跟你在谈判嘛，然后他就突然打你了，还告诉你说我们第4轮谈判在维也纳怎么样，好像讲的所以告诉大家，全世界一定要体认，美国人讲的话没有一句是可信的，他都是偷偷来，就好像马杜罗、委内瑞拉的情况一样。那大家看大概4天前那时候有一个消息出来说伊朗已经攻击了林肯号的航母，美国马上出来否认了，没有，这是假的。我们也去查证，当然是假的，那个是假的花边。可是我们现在你听小舰长讲，他在卡达打了这个长程预警的这个雷达，这个是真的啊，这是卫星拍的啊，对不对？EPS-132就明明就是被打，这叫铺路爪的系统啊。那还有刚刚赖老师也讲到了这2部分，就是阿联酋还有耶诞这2个火控雷达也被打了，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萨德系统嘛。所以这些东西它显然是因为是卫星拍下来的，然后有人去问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不予置评。你要问他说你们林肯号被打，他马上出来否认那是假的画面。现在为什么不敢讲？因为他知道这是真的。那这回就很纳闷了其实道理在哪里？道理在美国从川普当了美国总统以来，他认为自己天纵英明，所有人都不相信，会打仗的将军都被他换得差不多了。你们不懂，我才懂啊！我有多少选票，我才懂啊！跟我们赖清德总统一样，他连第1岛链跟第2岛链都搞不清楚，对不对？跟我们林佳龙这2天还在讲说，我们要把我们跟那第1岛链那个，他不晓得我们已经在第1岛链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就是很多人觉得我有民意的选票最大，不晓得在战争里面很多东西是残酷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就是让美国陷入僵局。各位朋友，你想想看，在这场战争之前全世界都在期待一件事情：习近平跟川普会面。美国甚至早在我们过年期间就讲，我们3月31就会跟习近平碰面的，怎么样？中国大陆不吭声那日期是你讲的，我们其实可能还在磋商，还在怎么样，对不对？那美国现在除了要推销黄豆，现在又要弄一堆东西叫你买大家看一个很高傲的态度。为什么讲3月31？2月28是最后一天川普想说，我这场战争我来突袭，来打伊朗，伊朗是很强的，对不对？我打他，我自信，我4个礼拜我就可以解决。我打败了伊朗，我去跟习近平见面是走路有风啊。可是大家现在美国自己媒体也在讲，你根本打不完，你可能就要打到9月，你1个月怎么可能打得完？所有东西完全失算。那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还有什么会面的呢？你一方面发动一场战争跟人家在打，你还要去跟习近平会面，这个就名不正言不顺。如果你打赢了，你还可以很骄傲的在那边摆出一个样子。我看他现在很多东西都已经骑虎难下，所以不懂的人就不要装懂告诉赖清德也是这个道理。对，因为现在伊朗的状况呢，是他不断的反击，第21轮的反击行动已经开启了，包括您看到他不断的这个对外宣称说他们拦截了哪一些以色列跟美国的武器，包括以色列的苍鹭无人机也被他们拦截了那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而另外美国3架死神无人机也被击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美国的前海军上将就很担心他在接受
受 CNN 的采访的时候就说，这个美国的这个飞弹库存现况，他担忧飞弹的消耗速度太快，这是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穆伦因为他们很担心你用这样子的速度，恐怕所有的库存都会打光光。而另外，伊朗现在的局势是什么？伊朗的这个哈米尼被斩首了，他的次子可能会接班。川普说不行啊，我没有办法接受哈米尼的儿子接班，我必须亲自参与遴选。他说，只有我才能为伊朗带来和平那可以找到一个最适当的人选。可是华邮的报道是这样讲的，他说美国已经猛烈的轰伊朗6天了，川普也不断的说叫人民起义，可是现在没有起义的迹象，所以这代表什么？德黑兰的政权掌控未崩不要以为这个哈米尼还有一些高层被斩首其实他的政权现在还是有人在牢牢掌控着。而另外川普的算盘是不是打歪了包括美国以色列的空袭反效果我刚刚讲人民起义的迹象没有出现，反而民意转向支持政府你看到在首都德黑兰包括还有其他城市有多场支持政府的集会，民众走上街头谴责美伊的军事行动。而另外这件事情更让伊朗人集体愤怒伤心他们誓言血债血还。是伊朗南部有一所小学被空袭，165人死亡，里头通通是小孩子，其中年纪最大的是7岁最小的是7岁，最大的才12岁。您看到这一幕这是他们在做一个葬礼，一个小土坑，这个都是小朋友们的墓碑所以非常的冲击。这个画面是连绵的小墓坑这个画面一出来，真的是很多人是受不了其中有小女生无辜惨死所以我们看到独立媒体，它叫做中东之眼，它在当地采访。他说有很多逃过第1集的幸存者，后来又接受了第2波的攻击，所以这证明这个美伊是连2次轰炸伊朗的这一所小学如果你是误射，你第一次发现不对啊，你误射了，你怎么还第2次又来攻击呢所以我们看到德黑兰人他们在这个墓碑前面哭诉，他说他们投下了1枚炸弹，人们赶来，他们又投下了1枚炸弹，他们在杀人。所以这个很糟糕，因为这个有可能是你打了第1波嘛，就被说双连击，你打了第1波有一个短暂的空档，人们会过来救救护车家长通通都赶来了，可是你又发动了第2次的击杀这个是很可恶的事情。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中国大陆的态度是什么？他们说会派特使去访问中东，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不要用武力来解决事情，应该要保持沟通。另外呢，这个新华社批评美伊打伊朗，他们的态度是滥用武力，就像是饮鸩止渴，你喝下毒药，它不会解决你的问题的。德国、英国还有意大利这些国家现在都说他们不会卷入针对伊朗的战争，包括意大利的国防部部长说美以空袭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它的无人机被击落是正常的事情，因为两边一旦交战，我们也看到了伊朗的无人机被击落，美国跟以色列无人机也被击落。但是为什么会引起美国的这些高阶将领这么的担忧？第一方面就是这些被击落的无人机越来越多的掌控在伊朗手中的时候，他们对于美国跟以色列无人机的性能，尤其是这些造价非常昂贵、基建很精密的这些无人机，他们掌握的能力越来越强的话，他们以后的击落的有效性将会越来越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很明确的知道，由于这些无人机的造价都非常的昂贵，像 MQ9，我们台湾也有买，那个造价都很昂贵，它的建造的时程都很长。那既然是如此的话，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它的消耗跟供应就跟不上去了，也就是说，消耗的速度快，供应的速度慢，那很快的就会有青黄不接的现象。所以，美国的白宫现在也焦虑，这个川普也召集了他们的军工复合体的巨头到白宫来开会，说要他们产能赶快扩增2-3倍左右。可是这些军工复合体它有难度，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是民有，它是民间的企业、私人的企业，虽然它承接有一部分的是国防的业务，可他们也有一部分是民用的业务。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他会思考的是你订单有多少，你需要多少量，然后你的战争要打多久。如果你今天要我扩大我的生产线，我把我的车间，我把我的工厂，我把我的员工都招募，然后开始训练、培训，然后开始打造这些生产机具，然后再去采购。等我布完了以后，你不打了，你不要了，那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对于他们来讲，这个缓不济急，而且你的钱要先来。而且如果一旦打水漂，这个账要你买，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并不是说你一个总统你说了就算你那么大那么了不起，没有，因为商人他们还是要在商言商，还是要考虑这些问题。好，可是我觉得最不能接受跟最不能原谅的是什么？是有关于对于这些小学的杀害。目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们承认是美军干的，他们承认了，但是要这个主席他来回答，他拒绝回答。他说：“那我们请这个中央司令部的司令来回答。”那中央司令部的司令面对于媒体记者大家的愤怒，尤其是只要有一点点人类良知的人，他们都很愤怒。为什么？因为前一段时间传出美军有一个讯息，这个讯息是事实，也就是美国的军人他们发现他们的军官用圣经告诉他们说，这是一场圣经等于是奉神的旨意来打仗的这样的一种宗教性的战争，他们觉得很难接受，他们把这一段的讯息披露出来，这个引起美国社会，引起全世界的哗然。也就是说，原来你美国的军队也是一场宗教上的军队了，你已经不再是国家的军队，你是宗教的军队，你是在打的也是一场宗教的战争。换言之，当你在指责穆斯林他们在打宗教战争的时候，你基督教也在打宗教战争，我也是基督徒啊，我也没办法接受这种把宗教信仰跟战争混在一起啊，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而且我们的信仰中是告诉我们不能杀人啊，结果他们却要去杀人，而且这些军官叫他们士兵说你现在是为圣战而战，你要去杀人，这个很多士兵受不了了。好，那你想，当他们把这一些跟这一个悲伤的、令人发指的这种对于孩子的屠杀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想想看，整个穆斯林社会有多大的愤怒，然后会让多少人感觉到羞愧。那你想，他们的生存者，他们见证说，第一枚炸弹炸下去就已经造成很大的死亡，可是第二枚炸弹并不是马上就来，他是等到家人人群涌过去救的时候，第二枚炸弹再去打，那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杀死这些人而干的事情。那现在中央司令部他承认是他们干的，然后但是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说还在调查，因为在调查，所以就不便告诉大家。我们要的是真相。是，来舰长。我们其实看到这些照片会觉得非常的难过。我们刚刚看到一个一个小墓坑，然后都是小孩子。那我们看到，因为我们台湾缺乏这种画面那我们只好使用央视的画面，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央视早在3月2号就有这个新闻画面出现了，也就是这一个小学几乎被夷平。那被夷平的时候，这个小学的死亡的学生是165人。那未来还会不会再上升？其实不知道。那这一个父亲讲说，他们早上呢送他来上学的，结果现在孩子却已经过世了。那我不想挑动大家的情绪因为下一幕就是这个他手上拿的教科书上面都是鲜血。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所谓的双击击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刚刚赖老师已经讲到一部分了，我们来看画面。那这个也就是当第一次被攻击之后，大家都上去救，我们甚至还看到这有穿反光背心的人员，也就是确定他就是一个援助的画面的时候，然后这里有一道红墙要特别看清楚，然后下一秒他就整个的灰飞烟灭了。也就是这种方式那这种方式呢，其实我们应该讲的是什么？是不是已经违反了罗马规约第8条以及日内瓦公约的所谓的战争罪？那现在我们一直在讲有关于国际法，可是我们国际法真的可以
约束这些杀人魔王吗？纳坦雅胡不就是吗？在我们看到，在2024年11月21日的时候，那其实纳坦雅胡就已经被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已经发出通缉了。可是他走到哪里？走到美国，走到联合国，其实通通都没事。那这就是告诉大家了，其实现在我们讲到的这一些国际法，其实也不过就是强国的玩具。碰到了弱国，例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个画面，其实不是这一次的画面。我要跟大家报告清楚，这一个画面其实是在加萨走廊发生的，也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干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已经做了非常多次了，只是以前大家没有注意到，因为加萨走廊它的一个对外通联的环境更差，没有人谈到这件事情，而且被屠杀的状况更惨。那但是没有这些人没有能够追溯，然后现在既然中央司令部承认了，那是不是就要接受相对的战争罪的一个追溯呢？那为什么美国的将领这么样的担心？因为其实他们用了饱和攻击，饱和攻击大家一直都认为只有这一个数量的饱和，好像我打一个散弹枪而已，其实不是。这个是我们看到2024年4月14号这一个伊朗的攻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攻击了叙利亚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但是其实还有其他的饱和，也就是方向饱和。那也就是从不同的方向攻击，其实让你的雷达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那另外还有一种大家比较少谈到的饱和，叫做战系饱和。战系饱和这一次看得最清楚，也就是当我有快速的高超音速飞弹，跟这一个速度比较慢的弹道飞弹以及无人机在一起同时抵达的时候，你的战斗系统一直在计算它要先攻击哪一个，那结果就会变成它整个被饱和。那现在怎么被饱和的？我们这样子看到这些海湾国家说美国已经抛弃他们，因为飞弹通通都去援助以色列了。所以我们这样讲，美国跟以色列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恶的流氓国家。董哥，2010年美国他们在联合国指控伊朗正在做核武，所以要求全世界制裁伊朗10年，就不给他经济往来，所有东西都制裁。那伊朗很辛苦。2020年10年后川普当美国总统，要求联合国继续制裁10年，结果投票过不了，全世界发现美国一直在说谎，你知道吗？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因为美国先前在打阿富汗，占领人家20年嘛，他要求各个那些他的同盟，大家都去帮忙英国、澳洲大家都去打，加拿大大家都派兵去打那打。后来2020年发生什么事情？澳洲的精锐部队在阿富汗杀了39个平民，那澳洲被全世界谴责，他去调查，这些精锐部队统统开除，而且还要赔款，就你就。至少他有点良心嘛。那像美国跟以色列他们这种杀戮，大家看美国一直在指控中国大陆在新疆种族灭绝，什么强迫劳动什么，至今没有任何证据啊。但是美国在杀人，全世界都看到了，而且杀的是小孩。昨天到最后在下葬的时候伊朗那边公布死的小朋友其实是171个，那大家看到每一个小小的坟墓。小小的棺材，大家看了眼泪都会掉下来。看他们背了书包，大家看了去上学。各位，这是有多少仇恨啊？那他打第二波，就是我要等你们这些人来救这些小朋友，来包括医护人员什么，我就再炸你一次。这个就残忍，没有人性啊！美国跟以色列是全世界最没有人性的。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觉得我武器很强，我就怎么样。可是你们没有人性到这个地步。所以这次他们去打伊朗的时候，盟军没有人要出动了，过去跟他们英国最不去的，川普天天骂英国首相，你应该赶快出兵，谁陪你去杀人啊？各位朋友，是啊，伊朗可能不是一个很善良很好的国家，可是他对我们没有影响，他没有来侵略我们啊，
是不是？大家可以看，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等。我相信世界上可能一般国家大家都是同情伊朗的。你看到杀小孩那一幕，那现在伊朗的反击，它的韧性其实很强，因为它是真正的宗教信仰，跟美国那些长官去骗阿兵哥说我们用基督教怎么样，这什么时代了？还有十字军东征吗？你还在搞那一套？任何一个宗教都是爱和平的啊，这是看到了。那大家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将来在台湾会被拷贝，为什么？因为赖清德正在推动台湾之盾，是要学以色列的铁穹，学美国的金穹嘛，就是3道防护网，上中下，然后要把台湾护住，这些是很花钱的。而且伊朗，大家都知道，伊朗2023年他发布的华塔赫超高音速的飞弹，这个是中程飞弹，刚好打以色列这个国家刚刚好。他还没有大量出动，各位朋友，他们有一个地下系统，现在在指挥怎么作战。你看他虽然开始被打有点慌，48个领袖都被打死，可是他那个系统显然在运作啊，有人在指挥，但你不晓得是谁。你要找人谈判，没有人要跟你谈判，因为不晓得领袖是谁。出来谈判的人马上被你们暗杀，那谁要出来？所以现在美国碰到就是已经骑虎难下了。是我们看看美国的战争部次长怎么说。他说这一次他们的行动啊表现非常好可以对中国有吓阻的效果。这是有记者问他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他觉得有吓阻的效果。可是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驻美国的大使是这样讲，他说中美如果合则两利这个话讲出来讲的是记者在问川习会有没有可能因为中东的战火而被冲击吗？他没有正面回复，他只说合则两利。而另外《华尔街日报》是这样讲的，他说如果见面的话川习会如果如期举行，美国会做一件事情他会要求中国增加购买美国的原油。这个是他们希望中国大陆不要去买俄罗斯的原油的一个建议这个有各种的沙盘推演。而另外我们看到打仗了，所以油价起来了飙升了。川普就讲说涨就涨吧没关系，军事行动更重要。可是油一涨可能通膨会更剧烈民众恐怕会更反弹反对的声音也会更大。而另外呢，美国将破天荒入油市交易吗？这个是他表面上讲说没关系，让它涨。可是呢，他的政府已经在评估控制油价的各种选项了所以他可能也担心通膨会导致他整个政府在期中选举的时候会有不利的结果。而另外，对于印度美国他开了方便门，他说你可以去买俄罗斯的石油，30天为限。而另外我们知道这个赫姆兹海峡现在已经被伊朗给关闭了，可是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伊朗说我们只针对美国、以色列跟欧洲还有支持他们的这些国家，我们会给他限制所以呢其他的船只都可以过呀。中国的货船就安全的通过了。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日本刚刚也有新闻出来，他们的货船他们的商船就被攻击了。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中国大陆其实早就有准备了，说是早就大规模的累积采购石油，所以现在有12.6亿桶的石油可以支撑120天这个是1/3年，有4个月的存量。那川普打完伊朗，他会打古巴吗？我们来听听看。 What's happening with Cuba is amazing, and we think that we want to finish this one first, but that will be just a question of time before you and a lot of unbelievable people are going to be going back to Cuba. Hopefully not to stay. We want you back, and we don't want to lose you. We don't want to make it so nice that they stay. 好，这个川普感觉上有暗示，他可能下一个动手的目标就是古巴。而另外在记者会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梅西是足球名将他在川普的旁边有一个表情非常特殊的变化。川普在讲话的时候呢，他本来是在笑可是后来他脸变得非常严肃。为什么变得非常严肃呢？因为网友说那时候川普已经讲了说迈阿密的古巴流亡者很快就可以返回古巴，就是刚刚他讲到有可能对古巴动手的这件事情，梅西的脸从笑容很快的收起来了，转为非常的严肃。所以国际间大家生命与共，大家都在关注美国的动向。来请教老师，古巴是一个具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一个国家。你美国说要打就要把人家打，然后说还要把卢比奥送回去当古巴的总督然后呢就
留在那边了，不要了，你回来了，我们还是需要你了。你不要把古巴治理得太好，好到你都不想回来了。我觉得这个把古巴当成他们家的，就好像把加拿大当成他们家的51个州，把格陵兰当成他要的一块土地。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吗？把我们台积电当成是他家的东西，他家的工厂，要我们搬走就搬走，还说我们台湾的半导体都是跟美国人偷的，跟美国人抢的。我们什么时候偷你的、抢你的？我们是从最简单的这样子一直做到最难的。我们的工程师都是用爆肝、爆肝、爆肝、爆肝。我们用我们的年轻人的肝去耗掉台积电，要对得起当初为你爆肝的台湾的这些年轻的工程师啊，不要让他随便离开台湾了，拜托啊，有点良心，有点血性啊，保护住为你奉出新鲜肝的台湾的工程师，把台积电留在台湾，不要让他跑去美国。我觉得领导人啊，要爱台湾啊，不要害台湾。柯布吉讲的这句话，坦白说，显得他很幼稚啊。打了伊朗，就能够把中国大陆吓住，这简直是人类间最可笑的一段评论。他的战略已经说，我们不能、也不敢、也不可以跟美国人交战。然后他又说，我们绝对不会跟美国人交战，我们绝对不会跟中国大陆交战，因为这个交战绝对是美国人、中国的一场噩梦，全世界一场噩梦。两个核武大国，两个这么大的国家，那么怎么能够交战？然后结果他说，我打了伊朗就可以把你中国大陆吓到。我个人觉得这真的是已经毫无知识，而且他还是贵为美国的国防部的次长了，太没知识了。为什么？第一个，伊朗的防空能力很弱，中国大陆的防空能力非常强大。目前来讲，防空能力最强大了，除了美国以外，应该是中国大陆。更何况以现在的美国的防空能力，绝对赢不了中国大陆防空能力。为什么？因为你美国消耗太多了，中国大陆的防空能力是非常完整的。第一个，第二个，它拥有庞大的系统，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完整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所以它要多少能够制造多少。你美国你要多少，你制造不了多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战略性的攻击武器。你美国的战略性的攻击武器没有中国大陆的战略性的攻击武器还来得强大。你了不起就是核弹比中国多，但是问题就是你不敢打核弹，也不能用核弹，所以你的核弹等于是多而没有用。如果你真的用的话，你本身也会遭受到核弹的攻击。那既然没有用，只能够用正规的武器来打中国大陆的话，你的正规武器你自己也都经过不知道多少次的兵推，每一次你都全军覆没。那你的攻击性武器没有中国大陆强，连中国的新一代战机都已经开始在试飞了，你的新一代的战机还在图纸，一个还在图纸的美国的新一代战机，大陆已经在试飞了，你怎么跟中国大陆打？所以我觉得柯布奇有点知识嘛。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柯博吉讲说，对伊朗用兵成功，所以对中国大陆也有吓阻作用。来请教舰长怎么看？他吓阻的是台湾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未来台湾的这个国防预算啊，要提升到 GDP 的10%啊，所以他吓阻的是台湾，他根本吓阻的不是中国大陆，而且他还讲，他说，其实现在美国正在建构第一岛链沿线的一个巨指型的一种防御啊，那这种防御呢，到底是什么？其实前一段时间，这个美国的这个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这个智库啊，它已经提出来了，也就是台湾的地域场景重新思考不对称的防卫。那这一个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当初帕帕罗讲的，要让台湾海峡变成地域场景，但是原来那个地域场景付钱的以及装备投入的都是美国，现在要叫谁来做呢？他说美国不能做，因为从冲绳来啊太远了，那所以他们现在要改叫做台湾自己做，所以也就是1兆2500亿的国防预算就是这么来的，也就是你自己建构一个所谓的地域场景。问题是我们在讲这句话的同时，
我们有看到解放军的一个准备吗？解放军早就有方方面面的一个对应的作为啊。那另外，我们如果跳出这个讲到说古巴，如果一直看我们节目的观众，那你就会看到我个人啊，在当初委内瑞拉告急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讲了，下一个倒霉的就是古巴。为什么？因为其实应对古巴不是川普一个人，而是美国很多任的总统的一个想法哦。而且最重要的是，证据在这里啊，也就是美国军方的文件发现啊，他计划进驻加勒比海的地区要到2028年，而且现在福特号虽然离开了，硫磺岛号的远征打击群还在，他为什么一直在那里？其实，在那里也就是我们讲到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你这么多人驻外，那对不起啊，我们刚刚拿出的这个，也就是他所有的一个吃喝拉撒都需要支援。那这个其实美国如何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嘞？那这是美国要自己想一想，你委内瑞拉的总统被你抓了，现在你伊朗无法收拾，你要再去开一个古巴的一个战场，那就是刚刚我们。在中场的时候，主持人讲的哦，原来要改成战争部的原因是如此啊。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哦，那个有关于现在伊朗遭受袭击，我们那个伊朗反击，然后我们看到这一些欧洲国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通通都说要派遣海军去塞浦路斯，因为塞浦路斯被攻击啊。那我们就等着看。这些国家他的部队什么时候会到？不讲别的，就光讲英国，那个塞浦路斯的基地是英国的。英国说我要派军舰，但是2个礼拜以后到，所以他们说还要来台海附近，大家想得美嘞。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来请教董哥，最近的民调啊，在美国有60%的人是反对川普出兵啊。那川普最在乎的是什么？民调代表的就是一个选票，今年年底要集中选举所以川普很在乎这个。他这一任来他觉得说自己意气风发，对全世界搞关税那要把国防部改成战争部，表示说你们过去那些总统都是饭桶，让我来，我可以做到怎么样？可以让美国再度伟大。各位，这就是他的口号，他用关税跟战争来具体实现。可是事与愿违，为什么？美国很多人都是反战的为什么？过去很多美国的子弟死在海外，何必呢？打别人的仗，然后死自己的人，对不对？所以川普过去也有很大的压力。他第一任的时候，他就主张阿富汗要撤兵，不要再占领人家占20年。结果他落选了，拜登去执行。拜登有史以来民意最差的就是那一次，在撤兵的时候，那些美国阿兵哥仓皇走遁，然后还去拜托神权士说，我们在撤兵时候，你不要来打我们，那种卑躬屈膝，让美国人觉得很没尊严。那我觉得说，川普现在的情况还有点像各位看这2天一个大的新闻，他把国土安全部部长开除了，为什么？其实因为他的战争不顺，你就会去迁入。当然，这个部本身就有问题，可是早不开除，晚不开除，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表示他的内心其实